2个钟头能有多漫长？常州居民们足足等了7年。白夜追凶2白夜破晓上线已有些时日，故事紧接第1部结尾。作为剧情核心的213无证灭门案及其背后神秘犯罪组织的真面目，也随着关家兄弟的深入调查一点点浮出水面。且由小生带大家简单梳理一下迄今为止白夜系列的主线剧情在第2部中有哪些新发展。友情提示，以下内容不涉及213案之外的支线案件，望诸位酌情了解。事情要从弟弟关宏宇假扮哥哥关宏峰被带走调查说起。小关本以为自己与哥哥互换身份一事暴露了，没想到受调查的真正原因是林佳音遇袭身亡。在金山集团进行涉密行动的林佳音借假死脱离，协助关家兄弟追查嫁祸大关的神秘组织。如今林佳音遇害，凶手显然是冲着哥俩和其他213案知情人来的。韩斌推测凶手善始刚贤，警告大关多加提防，可以转眼他就在自家野区同准备单杀主角团队友刘英的刺客撞了个正着。刺客看出韩斌不好对付，未敢轻举妄动，灭口不成，还把自己的外貌信息暴露给主角团。213无证灭门案、大关遭陷害案以及林佳音遇害案，新仇旧恨全部指向隐秘的犯罪团伙。而这位绰号娃娃脸的杀手便是调查突破口，他也是续作中主角团前期最大的对手。在与娃娃脸展开周旋前，关家兄弟先解决了家庭内部矛盾。小关质疑哥哥辜负林佳音信任，原本趋于缓和的兄弟关系再度紧张。这就要说到第2部剧集开篇的第1个案件——高家兄弟案。刷过剧的观众大多都认为这个案子相较第1部有点过于简单了，搞得这么热闹，到头来这么简单。但细想来，这不就是为2关兄弟情做的铺垫和影射吗？这个案子了结后，感触良多的大关为当初把213案的黑锅甩给弟弟一事诚恳道歉。和好如初的兄弟俩决定从林佳音案涉事车辆入手追查娃娃脸。娃娃脸发现哥俩调查动向，本想主动出击，却接到老板急令前往与组织有利益冲突的新源置业捣乱。刚巧正调查一桩儿童拐卖案的小关也顺着线索追踪到新源置业，并与此处人员发生冲突。混乱中，娃娃脸趁机行凶得手。小关想到，娃娃脸虽已盯上哥俩，但这次不期而遇应该只是巧合，毕竟这回杀手的目标不是隐藏身份的小关。由此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娃娃脸听命的幕后黑手或许跟地产行业有一定关系。此时又有新友军加入，向阳支队队长曲贤，他和林佳音是同门师姐妹，情同手足。第1部中林佳音从长春带回的证人就交给他保护。京港各支队协查4月连环杀人案期间，曲贤敏锐察觉到眼前的大关是兄弟俩共事一角。大关向曲贤摊牌，道出林佳音诈死并协助兄弟俩的实情。4月杀人案告破后，哥俩初步取得曲贤信任，以揪出林佳音案凶手为交换，请曲贤提供协助。经其牵线，大关从证人口中获得了更多关于神秘组织的情报。这个组织很奇怪，他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提出了很多不合理的要求，不见面交易，只收现金。姓叶的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他们所有的交易品都不允许卖到金港。这伙人就是金港本地的，不同意出户转内销也正常。不正常的是，为了坚持这个原则，他们宁可被压价1/3。被哥俩追查的同时，娃娃脸则准备将知情人士赶尽杀绝。风头太紧，组织不想对警务人员下手，而警队外的人就不能放过了，尤其是小关。没错，娃娃脸已经猜到小关还在金港，且正追踪自己。只有让嫌疑人消失，才能把213案变成无头案，终止调查，以绝后患。扮演弟弟的大关出门调查，意外被娃娃脸发现，于是这小子化身勺子杀人魔，穷追不舍。大关一路逃到市郊林场，被当成偷木材的窃贼逮住，以通缉犯赏金为交换，暂时躲过追杀。可娃娃脸并未罢手，九死一生之际，曲贤及时带队赶到，帮他解围逃脱。这便是第2部迄今为止主角团与神秘组织间最凶险的正面交锋。然而更棘手的状况还在后面，且麻烦来自警队内部。加油站绑架案中，警方顺藤摸瓜找到了雇凶绑架者，地产企业中金昆
登伦的老板裴嘉义。站在上帝视角的我们早已知道裴总就是娃娃脸的上级，而大官会盯上他是因为其手机中有安婷和叶方舟的联系方式，第一部中毙命的2人极有可能就是213案的直接凶手。安婷、叶方舟、黄山、张海、吴峥一家子，听起来是不是他们挺耳熟啊？我终于还是把你抓着了。可抓到了也没用，裴嘉义很快因实证不足被释放，拍板放人的则是绑架案期间粉墨登场的笑面虎督察郑琦。支队师局引咎提前退休，支队领导权被带领督察队入驻的郑琦掌控，随即在长风支队推行整肃规范，且格外针对大官，不仅以辞职报告未获批为由要求大官复职归队，还推行指纹打卡考勤。通过精心计划，哥俩攻破了指纹这一关，但郑琦就像知道哥俩的秘密一样，时刻盯防，给哥俩调查213案的过程带来了很大阻碍。尽管如此，二官兄弟并没有放弃，而是转变思路，开始从213案受害者吴峥生前的经历着手调查。总结下来，吴峥生前轨迹有一系列疑点：其一，在犯罪集团涉密行动的他超期执行任务，老领导池局想把他撤换下来，却被他拒绝；其二，遇害前几天，吴峥打破联络计划，临时要求与池局见面，呈报次日将进行的非法交易。这本身没什么特别，但吴峥当时既焦虑又兴奋，仿佛预料到了自己将要被害。且根据周巡回忆，会面时除了吴峥和池局以及负责接送的周巡，还有一位身份不明的女性在场。其三，查看213案物证时，大官无意间发现吴峥生前连看了3场007新片，查监控可知他极有可能是与某位疑似黑客身份的人物接头。其四，小官背了213案的黑锅，但这口锅本来是要扣在大官头上的。神秘组织为何陷害与吴峥及与213案没有直接关联的大官，要令他身败名裂呢？至于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那个犯罪组织，秘密就更多了。结合目前剧情可以确定的只有3点：第一，该组织就在金港本地，且不是为了钱而犯罪；第二，组织势力极大，很有可能已经把金港公安系统渗透成了筛子；第三，组织有多层伪装，人员结构远比想象中复杂。就比如在加油站绑架案中吃尽苦头的伟东，表面上是替裴嘉义挡枪的小角色，实际上他很可能是裴嘉义的上线。这种狡兔三窟式的组织结构，谁是真正大 boss 还真说不准，毕竟组织内部人员也不知情。至此，白夜破晓的主线剧情可说是越解越迷。213案这潭水已经被彻底搅浑，而逐步现形的犯罪组织以及不断登场的新人物，又让这个故事进一步复杂化。对，说的就是这位郑督。关于郑琦是好人还是坏人的讨论，从他登场起就没断过。而要小声来说，郑琦可能是好人，但郑琦是好人又不太可能。这可不是废话，毕竟郑琦在剧中的所有行为都有种正邪难辨的模糊感。说他是好人，以其督察的身份整肃支队散漫行径合情合理，虽处处给官家哥俩下绊子，却也没做啥出格的事儿。中庄内的情节不仅限于三国杀，何况他以另一种方式拿了金水。而说他是坏人也没啥不妥，得知或察觉兄弟互换身份的人基本都成了主角团的友军，唱双簧这事儿在第2部中都快成公开的秘密了，甚至周书彤都有所察觉。而郑琦是唯一一个暗示知情却怎么看都不像友军的人。再看大官发现电影票的情节，你说他不是刻意为之，小生反正是不信。那么他到底是不是好人？只能说如是，一切都需等待剧情进一步展开。同样等待揭晓的还有如城墙般越来越高的悬念，比如支队技术骨干赵倩为什么跳反给娃娃脸当内鬼，又有多少内鬼尚未露头，行为反常的犯罪组织究竟有何目的等等，尚都无法定论。剧中支队排练话剧追捕的情节，或许也暗示二官兄弟俩会和日本老电影中的杜秋一样
样，消灭罪恶，洗脱冤屈。时代不一样了，但时代的症结却惊人的相似。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越往深处和高层走，就越危险。然而宣发海报令人不安的设计，又不得不引人浮想联翩。有些人会不会黑化，仿佛在7年的等待中潜移默化成了该不该黑化的问题。漫漫长夜在破晓之前，真相终究笼罩于黑暗中。白夜系列的老粉们，还是敲碗等更新，再一探究竟吧。